上一封信和你聊了人口变化和老龄化的问题，今天我想和你谈谈全球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不光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借着这个机会，我会分享一些我的看法，也希望能带你一起看看我是如何分析问题的。在讲述我的观点之前，我其实也很好奇，有多少人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又有多少人觉得这只是一面之言呢？当然，可能还会有人觉得这是世界上少数人玩弄的阴谋。这么讲你不要笑，我周围真的有人这么觉得。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从坚信到将信将疑，再到相信。接下来我和你分享一下我想法变化的过程。可以讲我从小就是一个环保主义者，这是受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我的父亲，他是中国第一批从事太阳能研究的科技人员。另一个人是我的地理和历史老师，他阅历丰富，知识渊博。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环保还没有普遍认识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像沙漠化、全球变暖、臭氧层破损等信息，最初就是他告诉我的。我在那个时候了解到，如果南极和格陵兰岛的冰川大量融化，海平面将提高数米，到时候上海就会被淹没。这位老师还带我和我的同学进行了一些野外考察，让我们能够感受环境污染带来的问题。后来我又读了校友雷切尔·卡森影响世界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以及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被深深地震撼了。在随后的大约20年里，我都是非常坚定的环保主义者。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都是支持环保的言论，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过去的知识体系不够平衡，对经济学和商业了解比较少，没有机会站在很高的位置去全面看待问题，比如去考虑经济发展和环保的问题。后来我的经历告诉我，当你看到的所有信息都在支持你做出同一个结论时，并不说明那个结论毋庸置疑，而是因为我们的视角受到了局限，或者我们的见识太浅。从大约20年前开始，我对西方的一些过度环保的做法产生了警觉。为什么呢？这里也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恰恰是来自一部介绍全球变暖的纪录片，叫《难以忽视的真相》。这部影片是由美国前副总统艾伯特·戈尔制作并主演的，他记录了戈尔多年来对于全球变暖问题的探索研究和参加的相关活动。影片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并且斩获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影片中给出了很多科学数据，向人们证实全球气温真的在上升，并且随后会产生一系列的气候灾难。照理讲，我这样一个人看了这部电影，更应该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说法深信不疑了。但恰恰是影片过于肯定的结论，让我担心它可能言过其实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非常多的经济学和商业知识，思考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已经不单单是环保本身了。于是我就这个问题阅读了各种观点的研究和论述文章，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戈尔在科学方面的正确性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他对于全球变暖结果的预判仅仅是一种推测。第二个原因源自于当时欧洲国家和中国在环保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忽视的真相引发了全人类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采用什么方式，按照什么节奏进行碳减排上有很大的分歧。西北欧国家是激进一方的代表，中国则是强调发展优先于环保的代表，美国居中。由于有了足够多的经济学知识，同时看到了过度环保行为的愚蠢，我这个时候已经意识到，放弃经济发展的环保将是一个灾难，到时候人类甚至不会有资金来解决环保问题。不过从大约10年前开始，我对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再次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全球气候确实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一点大家都有感受，我就不多说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目前人类在技术层面和商业层面已经有可能大幅度减少碳排放，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大家需要采取一致行动，优先的牺牲掉一些利益，以换取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在讨论如何解决碳减排问题之前，我们先探讨一个基础问题，就是目前的气候变化是否真的是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呢？
或者更具体一点讲，是不是人类工业化所引起的？支持工业化导致气候变化这一观点的学者们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从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就是1850年至今，全球的平均气温上升了1到1.5摄氏度。其次，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会导致温室效应。自从18世纪末以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从100万分之280上升到了100万分之420。再次，全球目前每年排放300多亿吨二氧化碳，如果算上其他温室气体，比如说甲烷，等同于排放了500亿吨二氧化碳。最后，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并没有特别的太阳或者地球活动导致气候变暖。因此，学者们认为，今天的气候变化是因为人类使用了过多的化石燃料，导致温室气体上升。在上面4个条件中，我们很容易看出来，前3个是事实。关于第4条，过去100年没有特别的太阳或地球活动导致气候变暖，主流观点认为它也是事实。然而，一些学者提出了异议。接下来，我们挑出相对靠谱的观点辨析一下。听的过程中，如果你学习了我们前面的逻辑思维训练课，不妨试着分析一下学者们的想法是否符合逻辑。这些学者们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如果地球变暖，海水中溶解的大量二氧化碳会被释放，导致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量剧增。其次，在人类出现之前，二氧化碳含量曾经高达100万分之4000，那是5亿年前的寒武纪。当时地球气温比今天高了10几20度，导致了全球的物种大爆发。最后，太阳活动并不是每年都一样的，我们很难证明不是太阳活动出现了微弱的变化，先导致了全球变暖。对于这个推理过程，大家是否觉得它们有效呢？至少我个人认为不太有效。这里面有2个原因：其一，我们不能先假设太阳活动变化了，然后推出一大堆的结论。其二，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了太多的温室气体，这是不争的事实，上面的论证没有能够否定这一点。另外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地球的历史上，气温即便陡增，也是以100万年为单位变化的，不会像现在以100年为单位变化。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人类的活动导致了气候的急剧变化。你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们就暂时先接受这个结论。至于气候变化，特别是全球变暖带来的害处，大家也很容易想到。比如海平面上升1米，全世界就有2.5亿人的居住地被水淹没。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人类该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这又有2个做法，一个是碳捕捉，这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但是目前成本还太高；另一个就是减少排放，比如用可再生能源或者是核能取代化石燃料。这个方法目前在商业上已经接近了收支平衡，也就是说，采用可再生能源省些的钱和改变能源结构的投入，这2者大致相当。具体是怎么做的呢？首先，除了飞机和远洋货轮，绝大部分的能源消耗都可以用电取代化石燃料。接下来，发电可以使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而且今天成本比燃煤便宜多了，这样一来就能达到收支平衡。当然，这里面的关键是储能。根据我在新书脉络中做的计算，全世界10年大约要投入8万亿美元。8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如果分作10年投入，每年是 0.8 万亿美元，不到全球 GDP 的1%，比全球的军费拿2023年来说是 2.4 万亿美元，低多了。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说，才1%，为什么不干呢？对于个人来讲，如果花你1%的收入，能够把你家脏兮兮的厨房变得窗明几净，你一定就做了。但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就是乌合之众了。谁该掏钱，按什么比例掏，全世界已经吵了20年还没吵清楚。其中的缘由，我在《脉络》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翻翻这本书。那么，怎样才能让全世界所有人都朝着减排的方向努力呢？这就必须让这件事情和钱挂上钩。从去年底到今年，欧盟和美国都在考虑征收碳税。当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人排放温室气体要付出较高代价之后，他们就会考虑减排了。
比如美国提出一个征收碳税的设想，建议每张飞机票收$25的碳税，欧盟也有类似的建议。要知道，全世界每年有45亿人次飞行，如果每次都收$25，一年就超过1000亿美元。再比如，欧盟一直想对一些制造业大国生产的商品征收碳税，这件事情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生。因此，大家不要觉得气候变化问题只是让我们不得不忍受炎热，它可能涉及到我们的经济利益。一方面，它会提供很多商机，比如每年近1万亿美元的储能投入就是机会；另一方面，也可能会让我们的生意成本陡增。现在，如何通过减排减轻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将来该做什么事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好了，这封信就说到这里。